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6颗痣是典型富婆痣，只要有一颗，富贵不用愁。有谁不想自己是有钱的那一个呢？不用忧愁生活，衣食住宿，开挂丰富自己的人生。对于一些天生注定会是富婆的女人们，会有着怎样的手相纹呢？一、手相纹之前财纹。前财纹是在小指和无名指间的下面位置，大家可以发现会有一些歪斜的小线条，这些便是前财纹了。如果手里的前财纹多且密麻，这样的女性财运会比较好，财运来源于各方面，且理财有道，做事比较有条理，同时不会盲目随便投资，婚后更容易成为富婆。2、手相纹之财运纹。财运纹是在无名指的下方直对着无名指的一条竖线，这便是财运线了。倘若是有着此线，那证明着这类型的人是具有商人的天赋潜质。如果工作的行业从商，定能够财如流水，连绵不断。且这类型的人比较善于理财，掌管财务大权。但是在生意场上，很难避免会遇到小人破坏和陷害，不妨佩戴一个桃运格灵龟刺锐吊坠来驱除是非和小人，增强人际和谐，使得生意够畅顺，旺上加旺。3、手相纹之元宝纹。如果手中的线形成一个梯形或者是口字形的，尤其是梯形接近于象征着财富的元宝形状，若封闭且紧密，四角不漏，这样的属于是财库，能够有着很强的聚财力，力度很强。生活工作里收入高，非常容易存到钱。如此的女性不仅仅是自身的财运很好，还能够旺夫旺家运，给配偶带来好运，成为富太太。4、手相纹之豪宅纹。豪宅纹是在无名指的下方位置，俗称金房子。通常有此纹路者，必定能发亿万之财，多来源进财，跨行业经营以及投资都很不错。无手掌软绵厚实，属于好的手掌大都是比较厚实且温润，软绵但不僵硬，红润而不干枯。倘若你的手能够有以上所述的特征，那么这类型的人在理财上智慧且有想法，财运比较丰厚，经济富有，有经济头脑，知道该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，生活中有钱有房有车。6、手掌平铺时掌心凹陷，可以尝试伸开手，伸平舒展开来。若掌心凹陷，则意味着能富有富贵，财运极厚。通常这一类型的人家庭关系都比较和睦融洽，极少争吵，夫妻之间感情稳定，婚后的生活也能够做到讲究务实，不讲排场，不喜铺张浪费，以至于家中的财富越积越多，带旺家宅运，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富太太。2、头顶有几个旋的人最好命。你有几个旋？中国有句俗语叫一旋善，二旋金，三旋属于扭转式。个人特征大多来自于父母遗传，而头上的漩涡却不是。在相书中，头上旋的个数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命运特征。今天就为大家揭示一下，到底头顶有几个旋的人命运最好呢？第3名，2个旋。头顶上长有2个漩涡的人比较多。通常来讲，一般长有2个漩涡的人大多智商比较高，非常的精明能干，从小就能展现出来。但是这类人属于精明有余，耐心不足的类型，大多性格比较急躁，虽然做起事来灵活性很强，但是缺乏一些毅力和坚持，所以一生中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。如果能够得到祖上余荫庇护的话，这种性格比较利于开拓，往往能有一番作为。如果全靠自己努力的话，成功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。不过总体上一生也是平稳上升，没有太大的灾难。第2名，1个旋。如果一个人的头顶只长有1个漩涡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较为的内敛，性情方面也比较的温厚和朴实，为人处事方面也特别的低调，不喜欢出风头，做起事来也非常的细心和谨慎，而且这种人大多心态很好，做事不急不徐，很有规划，考虑特别的周全，做事进退有度，上进心也比较足。一般来说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往往都能发家致富，赚起钱来也比较的轻松，中年时容易发达。第1名，3个旋。头顶长有3个漩涡的人在古代也被称为扭转式，这种人非常的稀少，而且他们大多属于那种意志特别坚定的内心，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，就会一往无前，绝不回头，但是在别人眼里就会显得有些固执，不
不太容易相处，也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。不过凡事有利有弊，这些特征也是成就大业所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，敢打敢拼，只要坚持到底，定能够闯出一片天地。第三，女人脸上7颗防夫痣，败家败财，婚姻不稳，一生孤苦。一、福德宫有痣，额头的正中部位为官禄宫，福德宫位于眉毛的上方，官禄宫的两侧也称为福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气状况。如果女人的福德宫部位长有恶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克夫痣。长有此痣的女人一般个性高傲，脾性不稳，动不动就喜欢乱发脾气，花钱方面也是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制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毫无裨益，还会对丈夫的事业起到阻滞作用，败家又败财，婚姻不稳定，甚至会有多次婚姻。二、命宫处有痣，命宫即是印堂部位，位于两眉之间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气度和命运。如果女人的命宫处长有恶痣的话，在面相学中，这颗痣也被称为双龙抢珠。相学中有着双龙抢珠，连毁二夫的说法。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孤僻，给人一种比较冷淡之感，也不懂得关心人，缺乏责任心，对生活缺乏激情，毫无情调可言，做事也是只顾自己，对丈夫和家庭缺少责任心，一生注定孤独，家庭生活很难美满。三、子女宫有痣，子女宫位于眼睛下方的下眼睑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为泪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。如果女人的子女宫部位长有恶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心的特别的柔软和善良，不喜欢与人争斗，内心比较的安静，而且很有爱心和同情心，感情上非常的细腻，会照顾人，但是缺乏主见和决心，有些逆来顺受，容易嫁给一个无能的丈夫，不得不努力工作来贴补家用，一生劳碌而辛苦。四、左肩门有痣，肩门即是眼睛尾部的太阳穴附近位置，在相学中也称为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运势和配偶状况。如果女人的肩门处长有恶痣，尤其是左肩门长痣的话，代表着刑克配偶。这种女人一般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对待感情方面很难会真心的投入，总是渴望得到对方的关爱，自己却不愿意付出，对感情缺乏专一，在婚姻中缺乏忠诚，而且物质欲望比较强，内心不知道满足，婚后容易有外遇，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婚姻也很难美满。五、唇上有痣，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欲望和态度。如果一个女人嘴唇上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比较的贪吃，而且这颗痣也属于一颗典型的桃花痣。长有此痣的女人一般性格方面比较的爽朗大方，待人处事方面特别的热情，交际能力也比较强，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，桃花运非常的旺盛，身边从来不缺异性的追求。不过这种女人大多意志力淡薄，对于物质方面的要求比较高，容易经不起诱惑，对待感情也很难从一而终。给这种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话，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容易伤男人心。六、痣长在臂后，如果手臂的后方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单身痣。这颗痣对于人际关系非常的不利，也不利于个人的感情运势和家庭关系的和睦，异性缘比较的差，与恋人之间容易发生矛盾和争吵，与家人之间不和睦。长有此痣的人感情运势大多比较坎坷，即使能够成婚，婚后生活也不如意，有离婚的风险，未成婚时容易长久单身，成婚后婚姻不稳定，容易孤独终老，一生比较的清苦，最好点掉。七、痣长在脚后跟，脚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，一般来说脚底的痣皆为吉痣，如果脚后跟部位长有黑痣的话，这颗痣称为晦气痣。长有此痣的话，走路就像脚后拖着镣铐一般，非常的沉重，影响自身的行动力，代表着做事容易遇到各种麻烦和阻碍，还容易与人发生口角和争执，人生比较的大起大落，麻烦是一波接着一波，从来就没有安生过，整天就像脚踩着晦气一般，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心，还是点掉为好。从脸上竟然能看出贫贱富贵，若35岁后还有人夸你漂亮，那你一定是个福星，而且是心地善良的人。一个人35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，但35岁以后的脸应是自己决定的。一个人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长相负责。现实生活中，人到中年后就显现出受性格和品格影响所致的面貌。
宽厚的人多半一脸福相，性情柔顺的人面相柔和善美，性格粗暴的人总是一脸凶相，心胸狭隘的人大多尖嘴猴腮，双眉紧蹙。有人显得特别的年轻秀美，此类人一定单纯善良，这是长期的心与行为的修为在脸上的投影，因而相貌也预示着该人未来的命运。幼年、青年时期与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，人的下半生更多的活在前半生的影响之下，所以说人年过40要为自己长相负责。有慈悲心、有爱心的人，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，让人越看越顺眼，并喜欢与其接触，有亲和力或所谓的老少通吃。而自私、狡猾、计较的人，相貌往往很不耐看，即使侥幸生的姣好容貌，稍多接触也会毫无吸引力。相貌是能逐步改变的，尤其是美好的相貌是会由内而外散发出特有魅力的。任何福报都有其必然的成因，美丽的容颜来自柔和善良的性情。30岁以后，内心决定你的脸。1. 微笑。有人说，微笑是绽开在脸上最美的一朵花。所谓拳头不打笑脸人，微笑的表情总是楚楚动人，令人愉悦，使人感觉亲切。最主要的是，微笑不仅给人的外在美感，还在于微笑的表情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宜人和美好的感情。2. 多赞美。好话谁都爱听，而且不仅仅是人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早已说过，宇宙万物皆能闻觉知。而科学家从对水的实验中就发现，水的结晶是如何随着外在的声音而改变它的形状的。江本胜博士根据水会受物体振动而起变化的原理进行试验。当他播放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名曲时，在显微镜下，他看到水的结晶随着优美的旋律不断产生美妙的变化。对水说好听的言语，水结晶成漂亮的图案；对水恶言恶语时，水结晶混乱无章。这个震撼人心的结果也反映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影响。3. 多忍辱不生气。多忍辱少生气的人脸色自然好看。佛说《罪福报应经》记载，为人丑陋喜嗔恚故，说明长得丑陋的人是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。为人端正颜色洁白，徽容第一，手体柔软，口气相洁，人见姿容无不欢喜，视之无厌，从忍辱中来，说明长得端正白净，容光焕发，身手柔软，人见人爱，令人观看不厌的人是修忍辱的结果。4. 忆佛观想佛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中，今日世尊色身诸根，月欲清净光颜微微，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。世尊那日因为忆佛念佛，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，使他当日的相貌特别好看庄严。当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十方一切诸佛跟释迦牟尼佛融合成一体，释迦牟尼佛当下就变成一切诸佛，佛相貌之庄严可想而知。即使连最庄严的佛陀在念佛都会得到诸佛加持，而面目变得更加庄严。若是我们诚心忆佛观想佛，我们的面目怎会变不美好呢？许多经典都告诉我们，佛的相是最好的相。我们念佛，心里有佛，相貌不知不觉就变成佛相。我们要想相貌好，就多念佛，念佛观想佛，身心就会逐渐变成佛的样子。释迦牟尼佛想阿弥陀佛的时候，相貌就变成了阿弥陀佛的样子，显示无比殊胜庄严。5. 感恩。懂得感恩的人最美，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，感恩一花一草一人一物，对所有一切常怀一颗感激的心，内心就时时绽放朵朵迷人的花朵。满心芬芳的人怎么会不洋溢着如花一般的美丽呢？6. 多于佛前献花。
佛说《最福报阴经》记载，为人丑黑，遮佛前光明故。长得又丑又黑的缘故，是由于把佛前的光明遮住的缘故。由此可知，如果常献花于佛前，庄严佛像，必得好相。7. 心念的力量。一个人的外貌与他的内心思想密不可分，相由心生，外貌多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显现。一个人起嗔恨心，那他肯定面目可憎，叫人厌恶。若一个人起慈悲心、柔软心，他的外貌肯定和善，叫人心生欢喜。有位西方的心理学家说，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，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的命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。希望成为美丽的人，用美丽的心念来看待人间，你不但发现一切变得美丽，连自己的外在也会越来越讨人欢心。8. 多接近心灵美人。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多接近美人，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美丽哲学的影响，自己迟早都会变成同道中人。美人不单只是指拥有美丽的外表而已，而更重要的是指心灵美丽的人。常与美人接触，无形中也让自己的心灵多接触一份美丽，自然美亦由心生。偏财旺，容易一夜暴富的面相。很多人都特别想要自己的偏财运旺盛一些，毕竟人无横财不富，偏财运是致使一个人暴富的根本。不少人正是因为有了偏财运，才走上了致富的道路。但其实一个人是否会有偏财，得看他的面相特征是否会有偏财运。今天小酱汁老师来告诉酱友们，如何从面相看一个人的偏财运，哪种面相特征的人偏财运旺，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。1. 从面相角度如何看一个人是否有偏财运。1. 看额头。在面相，额角象征驿马，代表横财。假如额角生得宽广，气色红润，或者是出现善痣，预示其人偏财运较旺，一生中会有多次获得横财的机会。2. 看眉毛。一个人的眉毛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财运。一般眉毛不散、眉尾有聚之人，为人和善，有聚财的能力，也有很好的人际关系，常常能够得到他人帮助，而获得很好的赚钱机会，不用付出太多努力便可轻松赚钱。另外，眉毛长又秀气，然后眉中藏痣，这颗痣被称为意外财或者草里藏珠。有这种面相的人偏财运较旺，经常会发生意外之财。3. 看眼睛。眼神足，眼珠黑白分明，同时从目光中能够透露出些许霸气的人，具有偏财命的特征，容易得到财神眷顾，适合从事一些具有冒险性或者以小博大的偏财项目，如彩票、赌博、股票等，能够凭借自身的好运赚取钱财。不过这类朋友也要注意见好就收，切不可过于贪心，恐有灾祸伴随着偏财临门的情况。4. 看鼻子。鼻主财运，鼻型饱满、枕头肥厚、鼻翼张开的人偏财运旺，因为理财经商而赚得大笔财富。而鼻孔微露、鼻翼削尖且一大一小的人，适合做投机方面的生意，钱财来得快。山根和鼻梁成直角的人很懂得如何投资理财，偏财运旺，经常会发意外之财。5. 看耳朵。耳朵形如蒲扇，耳垂红润有肉，这样的人身体硬朗，待人宽厚讲义气，有很好的朋友缘，人际关系很广，容易得到别人的敬仰，不仅有福，而且财运非常不错，尤其是偏财运旺盛，易招来财气，经常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意想不到的钱财。6. 看嘴巴。俗话说嘴大吃四方，嘴大的人胸襟宽广，为人有气势，很容易获得财神爷的青睐，能吃到四方之财。不过嘴大要有收才算好的口型，这样赚来的钱也能够存得住，不容易流失。很多人虽然嘴大但不收，这样即使有财也容易跑掉，是存不住的。7. 看下巴。下巴表示不动产，下巴丰满有力的人不动产多，晚年运势旺。如果丰满的下巴上又有一颗善痣的话，则其人容易获得一些突如其来的不动产，诸如遗产、捐赠之类的。8. 看脸型。
脸型比较圆且肤色相对较黑的，这样的人往往头脑比较灵活，具有超前的经济意识和头脑，善于发现商机，善于创新，适合在商场上打拼，并有很好的偏财之运，能够通过购买股票、基金，凭借自己精准的眼光和判断力，获得丰厚盈利。2. 容易发偏财的具体相学特征有哪些？1. 招风耳。生有招风耳的人性格外向开朗，是典型的实干家和积极分子，无论做什么事情永远都是冲在第一位的。他们喜欢挑战极限，喜欢接受新的事物，好动不好静，天生就具有战斗的实力。这种面相的人头脑灵活，眼快手更快，大多数在事业方面都能够有所成就。生有招风耳的人一般财运都很好，尤其是偏财运更好，容易发意外之财。2. 颧骨饱满有肉。颧骨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的权力欲、控制欲、占有欲以及领导能力。颧骨饱满有肉的人头脑清晰灵活，反应敏捷，做事有条理，手段高明。这类人的偏财运特别好，一般做投资都会赚到钱，还常常有意外之财到账。这样面相的人即使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也依然不愁没钱花，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头脑去赚外快，有时比工资还要多呢。3. 耳垂大而厚实。耳朵为肾之外窍，代表了一个人的健康和智力。耳朵厚大的人一般智商较高，耳垂厚大饱满的人一般都比较有气度，心胸豁达，个性稳重踏实，智谋远大，大多数都能够成为其所领域的领头人。有此面相的人财运很好，尤其是偏财运较为突出，容易有意外之财到账。这种面相的人宅心仁厚，通常能够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和信赖，所以他们一生的贵人运也很好，遇事容易有贵人相助，一辈子过得安逸舒心。4. 额头平阔平滑。额头生得开阔平滑为吉象，其人心怀大志，目光长远，平常做事情进退有度，把握得非常好，而且他们的财运特别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更是好上加好。额头开阔平滑的人为人大度真诚，平常人际关系很好，深得别人信赖。就算他们工作一般，事业做得不是很大，但是有了好的偏财运和一些意外收获，也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了。5. 鼻梁饱满。鼻子在面相学中是代表着财运和财库，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好，那么他一生的财运自然也不会差。一般鼻梁生得饱满的人人品好，气质好，为人忠厚善良，不耍心机和手段，是值得交往的对象。有这种面相的人偏财运很好，平常中奖的几率很高，而且他们很聪明，做投资也是相当厉害，总是不显山不漏水的就赚来好多钱，时不时的就有意外之财到账。6. 下巴前倾。下巴是属于面相三庭中的下庭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一生的所有运势。下巴长得好的人，一生运势也会更好，更容易儿孙满堂，成为人生大赢家。那么下巴稍微往前倾的人，具有坚毅不拔的毅力，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负责，从来不半途而废，而且具有很强的掌控能力，不喜欢被人指控和指派。他们命中偏财运很旺，常常有意外之财到账，即使不用太辛苦的去赚钱，也依然可以过得逍遥自在，不愁吃穿。7. 眉毛顺滑。眉毛面相的特点在于没有毛发逆长的情况，都朝着一个方向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，一生运势平顺，很少会出现意外变故，尤其是在财运方面，破财漏财的概率比较低，而且偏财运极旺。不仅擅长通过正职工作获得财富，同样能从工作外的领域收获丰厚，赚取大量财富。8. 嘴巴大而有收。嘴大吃财，嘴小吃草。在相学上，只有嘴巴大而有收，才能吃得住财，镇住八方财气，说明此人的基本运势比较强，能够在事业上得到极大的发展。财气只有是活的，才能保证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，福气才会比较强。而且嘴巴大的人，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强，贵人运比较旺盛，在生意场上能够得到提携帮助，自然是赚不停，无论是偏财还是正财都能发。以上是关于偏财运较旺盛的相学特征。
假如您有其中一种或者几种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先天具备发偏财的命。假如后天能够努力奋斗，再加上你聪明的脑筋，假如再遇上好的流年运势，那更容易发大财，要好好把握机会哟。男人克妻的相学特征有哪些？生活中呢，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能找一个好丈夫。之前呢，小编也给大家讲过好老公的相学特征。有朋友留言却说，这种面相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。难道没有这些相学特征的男人就不是好丈夫吗？其实并不是的。但如果一个人有以下这些相学特征的话，小编建议呢，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，这种男人可能会克妻。那具体克妻的男人有哪些特征呢？小编今天呢就从手相、面相、志相3个角度为大家分析讲解。一、男人克妻的手相特征。一、男人手掌婚姻线太短。男人的婚姻线太短，则表示他不适合结婚，有可能会祸害女方，使对方感受不到婚姻的气氛。一对夫妻不能结长久的缘分，只能给彼此带来困扰，那还不如分开，各自天涯。否则勉强捆绑妻子，只是耽误他罢了。二、男人手掌出现反抗纹。男人手掌婚姻线靠近小拇指那边，如果出现横纹，即为反抗纹，这是一条干扰纹。在婚姻中呢，起到反逆作用。一段婚姻能否幸福美满，不仅是两个人互相包容，更多的是少些磨难。如果婚姻总是大小摩擦不断，那么在一起也只是苦了对方。男人手掌上的反抗纹不仅影响自身的运势，还会使得妻子出现情绪失控，对婚姻充满恐惧失望。三、男人断掌。男人断掌在事业上呢是有一番见地的，运筹帷幄的手段令人折服。虽然他们事业有成，但婚姻却差强人意。断掌的男人一般很难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，即便有了爱人，最后也会因为男人强势的性格迫使女方离开，又或者在一起以后吵架使家常便饭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大多吃亏的是女人，久而久之，妻子不堪忍受折磨，两人分道扬镳。四、男人手掌生命线出现断裂。人的生命呢是最宝贵的，男人手掌生命线出现断纹，那么身体肯定出现问题，甚至是难以治愈的大病，苦了妻子操劳一生。如果男人2只手的生命线都出现断裂，那么一定是克妻命，除非妻子命更硬，否则娶一个克一个，妻子非死即伤。建议此类男性婚配时呢，尽量选择与自己命格相符的女子，否则还不如不结婚，免得克死对方。二、男人克妻的面相特征。一、鱼尾纹身。鱼尾纹在眼尾，皱纹延长，鱼尾纹面部称作奸门。奸门即夫妻宫，也就是这里是夫妻婚姻的宫位。如果男人鱼尾纹深刻或者鱼尾有乱纹的男子，深刻的鱼尾纹与乱纹入侵夫妻宫，导致男子克妻。二、颧骨生风。颧骨高凸耸立的女人克夫，同理，男人如果颧骨耸立，则也有克妻之势，只是比女人克夫要轻微。一般高颧骨的男人对妻子要求严格，女人容易有疾病或者外伤。三、奸门深陷，鱼尾干枯。奸门部位深陷，奸门低洼，这样的面相特征不论男女均刑克配偶，二婚居多，夫妻难以白头偕老。鱼尾纹干枯指的是鱼尾纹深刻而长，这些呢都属于克妻的男人面相。四、马眼皮。所谓的马眼皮就是眼球向外凸起，就像金鱼的眼睛一样，眼皮大而外凸，这是肝气盛大，金不能克木的女人，会因为性格过于亢盛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妻夺夫权而克夫。同理，如果男人跟眼球外凸，对于女人过于霸道，性格残忍，会导致女人身体健康有损。五、奸门有瑕。奸门有恶痣、暗斑、色暗，或者奸门有纵纹，这些都是严重的克妻克夫的面相。奸门宜光平光洁，没有瑕疵。六、阳刃破家纹。男人的颧骨为肺气灌注，如果颧骨生有纵纹，穿过克破的，这是妻子强势，男人没落的面相。男女异位，必然妻克夫，夫克妻。七、孤峰独耸，四尾低垂。孤峰独耸就是脸盘狭小的锥子脸，唯有鼻子高高大大的挂在脸上，高大的鼻子兀立在脸上，这样的男人有己无人，一生注定孤独的面相。八、中月有气，两眉双分入鬓。
中越及鼻子与颧骨，男人鼻梁高起，颧骨微微隆起，这是能够收放自如的人。但如果两眉太开，眉尾常常靠近鬓角的，这是性格优柔寡断、纵刻三七不止的男人。9. 山根折断，山根位于两眼中间的鼻梁部分，所说的山根折断指的是山根有横纹。如果山根有横纹者，无论清虚与否，不论男女均可配偶。10. 眉弓三角，眉头长蹙，不哭常泪。眉尾下垂的男人偏于好色而克妻，其性格多阴柔，做事隐忍。因其眉头长蹙，其内心性格多悲，偏于女性而克妻，不哭雷长。就是两眼水汪汪的男人，其人肝气虚，不能驾驭女儿，所以多有离异。11. 人中见乙邪，女子人中偏狭窄的必定损子，男子人中如果一条线而偏斜，这是注定克妻损子的男人。夫妻聚少离多，男人性功能障碍。12. 泪堂深又广，泪堂及下眼袋的部位，这里代表着婚姻家庭。如果泪堂有井字纹者克子，但泪堂深陷，干瘪无肉，这是家庭不安的面相，必克女主人。13. 华盖骨重，华盖骨及腮骨，如果男人腮骨过大宽大，而向脸庞两端鼓起，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反骨。有反骨的人，无论事业和婚姻均会反，做人多报复，做夫妻多猜忌，夫妻关系不睦，难以到头。3. 男人克妻的志向特征。1. 颧骨附近有痣，颧骨主权是权力的象征。男人如果颧骨比较高的话，则控制欲和占有欲一般都会特别的强。如果颧骨附近有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孤傲，也比较霸道。所以说呢，这种人大多做事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喜欢也不适合与人合伙做事业，即使对妻子也是同样。喜欢霸道的强行插手和干预对方的事业和生活，最招小人。命中克妻呢比较严重，同时还克妻子的事业，克其财运。2. 嘴角上方有痣，嘴角上方有痣的人惰性一般比较大，大多沦为好吃懒做之流。这种男人呢一般胸大无志，做事也不喜欢动脑筋，整天呢就想着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生命就是一场赌博，所以这种人呢赌性都比较大，为人比较贪心，容易养成好赌成性的坏毛病，导致钱不留存，容易散财。跟着这样的男人呀，只有受苦受累的命。3. 睛明穴位置有痣，睛明穴位于眼角稍上方的凹陷处，睛明穴连接人体膀胱经，晴朗在相学中为人名门之所在。如果睛明穴位置有痣的话，这种人呢大多不适合投资，自己的思绪呢容易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，导致在理财方面呢比较冲动，容易产生误判，致使钱财外流，让一家人呀都跟着受苦。4. 面部有三角痣，三角痣呢是指在面部的某个部位临近地方有3颗痣，大小均算，而这3颗痣呢又呈三角形之势分布。这种人呢大多性格比较怪癖，生性比较多疑，性格多变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有种无法靠近的感觉。这种人性格也比较暴躁，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容易有精神分裂的倾向，克妻严重。5. 眉眼和眉尾有痣，眉眼之间的外侧为太阳穴位置，相学中呢又称作夫妻宫。如果眉眼外侧有痣的话，就会形成质压夫妻宫的情况产生。夫妻宫顾名思义主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势，如果眉眼之外有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财运不好，会限制妻子的事业，婚姻容易出现第三者，导致婚姻不稳定，离婚几率比较高。6. 右眼角下方有痣，眼睛下方为泪堂，又称子女宫。如果右眼下方有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会妨碍子女运势，易对父母不孝，为人脾气比较急躁，对待妻子和父母缺乏耐心，体内暗藏着暴力因子。这种男人呢，最克妻克子，还有家庭暴力的倾向，一定要远离。7. 肩门有痣的男人命中克妻。从面相来看，左边肩门有痣的男人对配偶不利，命中克妻。妻子易身体健康不佳或意外死亡。如果痣生右边肩门，则表示婚姻不美，夫妻感情失和或本身有外遇。8. 山根上长有黑痣的男人克妻。
如果男人两眼之间鼻梁上有痣，表示会影响妻子的命运，特别是身体。如果女人有，则指要忌水，不宜做水上活动，易有凶险。山根呢，就是夫妻座，代表夫妻情分。如果这里有乱纹、横纹、恶痣、塌陷、起结、晦暗、尖耸、孤漏，则夫妻呢一定会有生离死别之苦。以上呢就是男人克妻的相学特征。女人在挑选配偶时呢一定要谨慎，但也并不是说有这种相学特征的人呢就一定不能嫁。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他平时的行为表现、对你的态度以及两人相处是否融洽等等。最后希望呢每个女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如意郎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